Hello，我是汤圆。今天我要吃袋鼠肉。澳大利亚被称为袋鼠国，怎么能不尝尝袋鼠肉呢？澳洲超市的袋鼠肉专柜品种不多，只有汉堡肉饼、香肠，还有一大块的肉排。我来澳洲之后尝过一次袋鼠肉，就是买的那个袋鼠肉做的一大块的肉排，就有点像牛排似的，你那么给煎出来那么吃。然后结果就是我们可能也不会做，所以就按正常的做出来之后，又干又柴又膻。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袋鼠肉真的就是又干又柴又膻，这是它的特点。上次我们是不太爱吃，因为它膻味比较重，然后又干又柴，它的脂肪太少了，它只有2%的脂肪，所以它就吃起来肯定柴呀。你去看那个袋鼠，它那个前面真的全都是那个肌肉，非常非常像那种健身运动员。所以我这次特意买的这种就是袋鼠肉做的汉堡肉饼，会不会比那个袋鼠肉做的一大块肉排的那种好吃一点，不那么柴呢？那我今天就来第2次尝试一下这个袋鼠肉，看看做成汉堡怎么样。看一下这个袋鼠肉的肉饼，它就这样的，拍出来可能有一点色差。这个袋鼠肉吧，它比普通的肉要稍微黑一点，就偏黑红黑红的那种感觉。平底锅给它倒点油，你看这个还挺厚的呢，比较真材实料，给的挺多的。配菜呢，我准备加点生菜，然后我们家没有大的西红柿了，我只能用这种小的这种樱桃西红柿来给它那个当做配菜。把这个樱桃西红柿给它切一下，然后铺到那个汉堡上就可以了。这个汉堡肉我已经给它翻了一面。汉堡面包我就用这个超市买的现成的这种汉堡的面包，对半给它切开，还要用一片芝士。这袋鼠肉可以出锅了。煎完成这个样子了，肉收缩的还挺严重的。现在开始摆盘儿，在那个半块汉堡面包上放上一块袋鼠肉。哇，这个袋鼠肉收缩之后变得这么小，这个汉堡面包比它大出这么一圈来。然后铺上一片芝士，要尽快的把这个芝士铺上去，在那个袋鼠肉饼还比较热的时候，这样的话芝士就能让它微微的融化。然后铺上生菜叶子，再放上小番茄。袋鼠肉汉堡的食谱说是搭配番茄酱，本来我不想搭配番茄酱，就觉得袋鼠肉饼跟番茄酱不是太搭。但是既然他们那么说了，那咱们就按照人传统的来搭配番茄酱。我这个袋鼠汉堡就做好了，但是这个袋鼠肉呢，因为煎的时候收缩了，所以藏在其中，比较不明显。现在开始品尝我的袋鼠汉堡。这口我吃到了肉饼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比我之前吃的那次记忆要好得多，没有特别大的膻味儿，而且也不是很柴。看一下这个袋鼠肉饼的里面是这样的，还是煎熟了，比一般的那个肉要硬一点，但是也还好，我觉得跟牛肉的差不太多。看来要吃袋鼠肉可以买这种袋鼠肉饼，就是做成汉堡，我觉得就比那个直接吃那一大块肉排要强得多，可能咱们亚洲人更容易接受一点。还不错。总的来说，我还是挺推荐这个汉堡肉饼的，袋鼠肉的汉堡肉饼。下次可以考虑买香肠再尝试一下，做成那个热狗，也许也还可以。那今天的袋鼠就吃到这儿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